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美国的就医体验，以及25岁之后一定要进行的一些身体检查。嗨，欢迎回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我的频道主要专注于在北美的一些生活攻略以及我自己生活方式的分享。如果你感兴趣的，不要忘记点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说起在美国的就医经历呢，大部分情况一般都是先打电话给医生预约，在预约好的时间到达医院了之后呢，先去前台 check in， 然后前台会给你一个表格去填一下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你的病史，然后就在像是客厅一样的地方等护士叫你。快的时候等5到10分钟，慢的时候我大概最长等到过1个小时的情况也是有的。然后你就跟着护士进到医生的办公室，护士呢会先测量一些基本情况，然后我就在办公室里继续又等着医生来。这个时间一般是等得更长的，大概有小20分钟吧。然后见完医生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走了。如果说还有一些需要验血的情况的话，那先去验个血，然后就可以走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几个一定要去做的身体检查吧。首先第一项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身体检查，一般都是在 Family Doctor 的诊所里面进行的。Family Doctor 呢，一般就是你平常有些小病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了，你的第一站就是先去见你的 Family Doctor。所以我建议呢，在选择 Family Doctor 的时候，在你保险覆盖的医生列表里选择离你最近的。一旦选择了你的 Family Doctor， 如果你觉得他还不错的话，轻易就不要再去换医生了，因为这位 Family Doctor 一定是对你的身体情况非常了解，以及你所有的病史和体检记录在他那里都有档案。那我们普通的身体检查呢，一般是1年1次，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保险其实都是 cover 的。这个体检的流程也是非常常规的，测量体温、体重啊，然后验血、验尿，还有你的血压等等。一般体检结束1周之内吧，你的体检报告就会下来了。如果检查出来哪里有问题的话，他会把你 refer 到相应的专科医生那里。在 Family Doctor 这里一般是不会治疗那种非常专科的疾病的。那去做这种常规体检的时候的一个 tip 呢，是在体检当天要空腹去，但是一定要多喝一点水。我连续去2次都是愣是没尿出来，所以这是血的教训，一定要早上多喝一点水再去做体检。第二项呢，就是去做我们的牙科检查，这大概是每半年到1年我们就要去见一下我们的牙医。这一项真的是太重要了，像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没有经过那么多的教育说去做牙科检查是非常必要的，总是觉得说可能我牙疼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才去见一下牙医，但这种想法真的是不对的。我跟大家分享几点原因为什么牙科检查是非常必要的。首先第一点呢，有规律的牙科检查会帮我们很好的预防 cavity and gingivitis。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好这种预防和治疗，到老了才不会遭罪。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之后都会有一些牙龈萎缩，这样会导致在我们进行一些治疗的时候很容易漏神经，听听就知道了，牙齿如果漏神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疼的一件事情，真的太遭罪了。所以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做好预防以及提早治疗。第二点呢，其实在我们牙齿问题不大的时候进行预防和治疗的话，花的钱反倒是不多的。可能很多人像我以前一样觉得等到出现问题了疼的时候再去弄呗，那个时候一下子花治疗的钱就好了，没有必要前期投进去这么多的钱吧。但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学会计出身的学生，告诉你这笔买卖真的不划算，一定要在问题不大的时候趁早解决。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牙齿的健康是那种年轻的时候你做的投资，在老了一定会看到回报的。牙齿的健康它不仅仅关系到的只是口腔的健康，更多的是全身的健康。等你老了之后有一口非常健康的牙齿的话，真的身体也会很好的。你想我们身体摄入的大部分营养都是从吃东西进去的嘛，等你老了之后还能吃嘛嘛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那牙医呢也像 Family Doctor 一样，我推荐大家选离家近的。如果后期想要整牙呀，或者还有其他更多的需求，也可以让你的牙医推荐你到相应的诊所。那去做牙齿检查的时候，首先他会把你带到一个拍照片的房间，然后给你牙齿内部拍一些照片，牙医呢就会根据这些照片来分析你的牙齿健康以及后续可能需要做的一些治疗，然后就会进行正常的洗牙。洗牙呢，我是强烈推荐每半年到1年一定要进行1次。以前我可能觉得洗牙不就是让我的牙齿更干净一点吗？好像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但其实真的不是，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它会洗到平常我们刷牙很难刷到的一些牙缝中间，那这些牙缝中间也是很容易堆积一些细菌，那这些细菌堆积多了就会形成 cavity， 所以定期的洗牙也会很好的帮我们预防牙龈疾病。然后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的一个 tip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洗牙稍微有一点疼，但是完全是能够忍受的。对于我来说，比起疼，我是觉得它的那个声音真的不是很悦耳，那个声音实在是让我太难受了，所以我会带上我的 AirPods Pro 防噪耳机。洗牙
夹的过程中呢，我只会打开防噪功能，不会听歌啊什么的，因为医生可能还会跟你说一些话。打开防噪功能呢，你既能听到医生和你说的话，也能避免一些那种非常不悦耳的声音。第3项呢，就是眼科检查。眼科检查大概每2年就要进行一次。据说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病啊，都是通过眼科检查被查出来的。他会首先检查我的眼部肌肉，大概医生就是用他的手指，然后让我这样一直看，他会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子看着他，然后就会检查视力，这种我们小的时候都做过的，然后就会做那种剪眼镜的测试，小时候我们都做过嘛，把这个下巴搭到上面，医生就会在对面看我的眼睛那种。然后我记得他还给我做了那种散瞳的检查，大概在那边等20-30分钟左右吧，然后最后进行一些什么检查了之后就可以走了。我提前是不知道那天要进行散瞳的，其实，所以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看不清东西。眼科检查的一个 tip 就是最好可以有一个人陪你去，万一如果要是进行散瞳的话，你也开不了车嘛，这样也可以让另一个人帮忙开车，或者只能 Uber 回家了。第4项呢，就是肠镜和胃镜，这个不是必要的，其实我也没有做过，但是因为我的保险是 cover 的，所以我就很想去做一下，因此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但是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的时候，他觉得你太年轻了，没有必要做。根据我做的功课，我觉得肠镜胃镜的这个经历还感觉挺好玩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这一项保险不 cover 的话，大概好像要2000到4000美金左右吧。在做肠镜之前呢，医生会给你发来一个 package， 你做肠镜之前的 step by step instruction， 提前24小时你几点你要喝什么、做什么之类的。前一天麻醉师也会提前联系你，说好注意事项。第2天呢，在医院先进行麻醉，然后就进到手术室。我听到大家的反馈就是，基本上就像是睡了一觉，一起来然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是因为前24小时不能进食，身体会非常的虚弱，医生也是不允许你自己回去的，一定要有监护人来接你。所以如果要进行肠镜胃镜的话，记得一定要带家人一起去。好，最后一项第5项呢，就是最重要的妇科检查。其实我也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要不要讲，还蛮难为情的。但是我希望所有看我视频的女孩子们一定不要难为情，21岁之后一定要去做妇科检查。所以我也鼓起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妇科检查的经历。总体来说，我觉得在美国我就医体验最好的经历就是做妇科检查了。我去的妇科医院，因为它只面向女性嘛，所以里面的装潢还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给人感觉还挺愉悦的。第一次去的女孩子们千万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那些医生来说简直就是每天像吃饭睡觉一样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所以不要觉得把我的身体都给别人看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眼科医生要看你的眼睛一样。那去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一定要避开你的经期，然后第2，你可以准备一些你一直好奇的问题。一般我都会准备很多问题想要去问我的医生，比如说经期身体有点肿啊、痛经啊，一切和女性荷尔蒙有关的问题我可能都会想要去问他。你想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跟专业的人士去咨询你一直好奇的一些问题啊。在医院里面呢，他们也会有那种模型和道具，医生就会用那种道具给我进行非常详细的讲解，还挺通俗易懂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那妇科检查的流程呢，首先也是测体温啊、体重啊，他也会验个尿，然后护士就把我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就会询问我很多私人的问题，像是你上一次生理期的日期啊，以及你所有的病史啊、是否怀孕啊等等等等之类的问题吧。和护士聊完了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件很薄的浴衣，然后你就要把衣服全都脱掉，只能穿件那个浴衣，是全都脱掉。换好没多久，大概医生就会进来，先聊一下基本情况，然后聊一下我想问他的问题，然后就进行这个 breast exam。 你就这样平躺在那个床上，把浴衣脱掉，然后医生就会这样各处按，然后就是 pelvic examination and pap smear。 你就稍微坐起来了之后，身体要往下移，把2个脚搭在有2个支架上面。这边特别逗，因为我去之前看了一下别人的分享，几乎每个人都说在这时候你就要一直往下移，往下移，你觉得你已经往下移了很多了，但其实你可能只移了一点点。所以我就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时候身体要往下移很多。医生也说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往下移很多。然后我当时心想，我知道，就整个人下移了很多。然后医生说 stop，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竟然移过了的人。然后你就把脚搭在2个支架上面，身上还会穿着那件浴衣，然后医生就会拿着 speculum， 那个 speculum 有点像我们平常烤肉的时候用的那种夹子。它大概原理就是它进去的时候头是合着的，到里面了之后它的头会张开，然后大概会这样旋转一下，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并取出一些细胞做 pap smear。 speculum 虽然是金属做的，但并不会觉得是冰冰的，整体感受
并不会觉得痛，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吧，但其实很快，大概也就20秒、30秒就结束了。整个我见医生的过程10分钟之内就会结束的，非常非常的快。也是大概过了1周之后，医院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Pap smear 的结果。我录视频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 tip 忘记说了，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呢，虽然要脱光光，但是可以穿上你的袜子。首先也可以让你比较有安全感，不至于全部脱光。其次呢，穿上袜子也能至少保温，不会觉得冷冰冰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tip。希望我这个经历的分享呢，可以让没有做过妇科检查的女孩子们少一点恐惧，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女性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爱护。以上呢就是我认为25岁之后一定必要的一些身体检查。整体来说，在美国的就医经历呢，因为我没有做过那种大的手术啊什么的，所以没有经历网上吐槽很多的慢呀、不负责任呀等等的情况吧。我的整个体验下来感觉还蛮好的。最让我满意的一点就是它的隐私性，每一位病人在去见医生的时候都充分保证他的隐私性，这一点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也不会觉得看医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同样也是因为隐私性，我也没有分享过多的我个人的一些就医经历，而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些身体检查，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临走之前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拜拜。